朋友们，如何才能让你的福德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呢？这条视频呢，你一定要耐心的看完，它一定会让你终身受益的。什么是福德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福报和功德。一个人的福德呢，它就好比土壤一样，一个福德好的人，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壤，不管你播种什么，都可以顺利地实现大丰收。而一个欠缺福德的人，即使你很有才华，即使你也很努力，却不一定有和你相匹配的收获和回报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很多人的心中都没办法理解。其实佛家呢，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通透了，把培植一个人的福德称之为种福田。你在春天播种，只有到秋天你才能收获。一个人的福德呢，它并不是上天的格外恩赐，而是根据每一个人过往的经历形成的业力，种在了你的福田之内而已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我们的福德不具足呢？这要从2点说起。第一，福报。一个人的福报呢，本来就是有限的。如果你还在拼命的享受、玩乐，不停的造作，这样的结果呢，只会让你的福报越来越小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你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你的房子、你的车子、你的财富、你的饮食、你的衣服，其实呢，都是来自于你福报的转化。说到这里，可能会有很多人不相信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就通透了。你觉得你今天拥有的一切，是靠你努力得来的吗？那么我想问你一下，有没有人比你还要努力，但是赚的、拥有的却比你少？有没有人不怎么努力，却比你赚的、拥有的多了去了？你所拥有的真的是靠你的努力得来的吗？如果真的是靠努力，就可以变得非常有钱富足的话，那些码头扛大包的，马路上起早贪黑的大爷大妈们，应该是最富有的。为什么他们没有活出健康、快乐、富足、智慧、圆满的生命状态呢？答案呢，想必你会有些明了了。福报呢，它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方式，你看不到也摸不着。物质呢是有形的，可是无形呢是可以影响有形的。就好比一朵花，绽放的花是可见的部分，深埋在地下的根是不可见的部分。当根扎得足够深，吸收的养分足够多，花儿就会绽放。有的春天开，有的夏天开，有的秋天开，还有的在寒冬盛开，比如梅花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惜福，就是珍惜福报，不要随便消耗它。它不仅仅呢用于物质界，它甚至用于法界。一个人的福报不仅包括可见的物质，而且还包括身体的健康、人脉的关系、智慧的深浅等等。这些呢都属于福报的部分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所有福报都变成金钱了，那是很可怕的事。因为接下来任何风吹草动都能搞垮一个人。一旦你享受的物质大于你积累的功德，就是在透支自己，透支到一定程度，祸患就来了。那么如何来增加我们的福报呢？这里就要讲到宇宙最核心的法则之一，能量守恒定律了。能量不能凭空产生，也不会凭空消失，它只会由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。福报也是这样，如果不按规律去布施行善、积功累德，它就不会凭空产生。如果去付出、去利益社会、周济贫苦，它也不会凭空消失。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你就是在不停地为自己积累福报，因为这个能量是守恒的，它总会转回来的。看到这里呢，肯定有人会问了，行善布施我一直都在做呀，
可为什么生活没有一丁点的转变呢？因为你压根没明白什么才是真的善。善恶不是你认为的好坏，有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在布施，其实不过是纵容了对方的贪婪。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善恶呢？阳明先生早就给出了答案：循理便是善，动气便是恶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善恶在内不在外啊。妄念就是恶，回到本心就是善，而且是至善。因为真正的你本来无一物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以只会包容一切，接纳一切，只会是爱。这个爱不是小爱，而是大爱，就是平等心，样样都一样，都是幻。所以以平等的心态，始终都是平和的心态，应对一切人事物，允许一切如其所是的存在，这才是善。反过来，你会嫉妒吗？会埋怨过去吗？会焦虑未来吗？会耿耿于怀吗？会挑剔嫌弃老公孩子吗？这都是恶啊。动气就是恶。当你以假当真的执着时，就是恶。明白了这些，你还会说自己是善吗？还纳闷福报为什么迟迟不来吗？总之，乐善好施本是福德，功德无量。但假如你没有回到本心，那也就只是向上的善，实则是在恶啊。人生并不真实，外在的一切都是心的投射。换句话说，人生是你想出来的，你有怎样的意识印记，就显化出怎样的相。现代物理早就证实，物质从分子、原子、电子、夸克一路拆分到最后就是空。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。所以物质并不真实的存在，意识才是生命的本态。色即是空，是幻影。无形无相的意识才是真正的你，它超越时空，是永恒的存在。真正的你自始至终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本就圆满，本就清净。而我们呢，非要把山川河流这些幻影以假当真去执着，才会痛苦。明白了这个，你就知道了为什么《金刚经》中会讲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因为当你觉醒了不再着相时，本无我，无他，无物，你就回到了空性，比虚空还要大的本心。给他就是给我，它是我显化出来的幻象。所以哪怕你只布施1块钱，一个微笑，一次感恩，也是福德不可思量。因为这份爱，这个心无限大，念即必达。相反，当你还把幻影当真，必定会计算得失。凭什么我要利他？凭什么我要感恩？钱我可舍不得给别人等等。就算是在布施，你也有所求，起心动念都是我执，不符合真相，这叫不合道。所以福报自然很小。那怎么办呢？谁一上来也做不到不住相布施啊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要养成布施的习惯。布施的目的不是让你放弃一切，而是在心上不再执着。比如很多朋友说，道理我都懂，人生不真实，可是我就活不出来。没错，你理上通了，到世上还是迷。比如一到花钱，你就计算心疼，这不还是在执着吗？所以我们需要刻意练习，你最执着什么就去布施什么，执着钱就布施钱，执着爱就给别人爱。布施时提醒自己三轮体空，无我无他无钱，一切都是幻影。每这样做一次，都是在看破真相，认定真我。慢慢的，我执越来越少，心量越来越大，你更关注别人了，更少算计得失了，人柔软了，也强大了。
和别人的关系自然越来越好。你给出去什么就回流什么，因为外面没有别人。当然布施不只是钱，一个微笑，一次感恩，一个安慰，只要是利他的发心都叫布施。所以随时你都可以练习。比如以前花钱时算计得失，现在呢是带着感恩的心、布施的心去花，感恩对方的服务，痛痛快快不犹豫，高高兴兴的花，花的有爱、顺畅，回来的也自然更丰厚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，功德。为什么我要把福报和功德这两个放在一起呢？大家都听过一个词，叫福慧双修。如果你一心为了福报而修行，那就一定要注意了。有福报未必有功德，而有功德一定会有福报。功德是永恒的，而福报是暂时的。只求福报不修功德的人，一旦心里想要改变的人事物无法透过积累福报而改变时，就会疲倦，失去信心，就会退转。这其实是在自断慧命，断了彻底解脱的机会。而修福德的人是福慧双修。所以坛经中说，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你必须了悟生命真相，才能解脱一切痛苦，甚至改写命运。大家应该听过这件事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梁武帝在各地兴建寺庙，供佛供僧。按照常人对功德的理解，梁武帝绝对是大功德，因为他是举国之力。但事实又怎样呢？当时正值达摩祖师来弘法，梁武帝满心欢喜地问祖师：我兴建了那么多寺庙，念诵抄写了那么多经文，供养了那么多僧尼，请问大师，我的功德如何呢？没想到达摩祖师只答了4个字：无有功德。你的功德看似巨大，却是有漏的，并不究竟，只是人天小果而已。一场空相并不是功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功德和福报不是一回事。功德永不退转，但福报是可以消耗的。什么是功德？功德就是功能。谁的功能？自信本心的功能，真正的你本质的功能。外在的一切都是心的投射，心就是真正的你，是灵魂，是空性，是道。就像一块无边无际的白板，原本什么都没有，只是存在。所以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不动摇。你的每一念就像是画笔，有怎样的意识印记，就画出怎样的画面。三维世界中的一切，包括小我，都是曾经意识印记的显化。所以真正的你还有一个功能叫能生万法。这些真我本具的功能不生不灭，本就清净，本就圆满，如如不动，能显化出一切。这叫功德，不用修，是你自带的。只要不着相，不把人生幻影以假当真去执着，你自然落回到真我，把这些功能都活出来。所以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出来的，而福报呢，是一个个善的念头显化出的美好的画面。但不管画面是好看还是难看，终究都是幻影，缘聚则生，缘散则灭。所以享福就是在消福，耗尽了也就没有了。就像永嘉大师在《正道歌》中写道：住相不失生天福，犹如仰箭射虚空，势力尽，箭还坠。求福报就像仰头向天射箭，一定会升上去，但是也一定会落下来。所以梁武帝做了那么多善事，达摩祖师却说你没有功德，因为他是在梦中想要改梦，根本没有跳出幻影，又怎么解脱呢？不过是执念之下又生出了新的因果。
在梦境中不断的轮回。所以真正觉醒的人，不会一心求福报，只会明心见性，时刻保持觉察，跳出小我，回归真我，自然身受而心不受，如不动，并且不住相行一切善法，念念感恩，念念利他，无所求却福慧双收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，希望能点赞分享一下，让更多处于无明的人看到智慧之光，让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美好。我们下期再见。